意大利这个世界闻名的观光胜地，除了众所皆知的罗马、佛罗伦斯等热门大城市，还藏着许多宛如秘境般的小镇，静静地守护着最纯粹的意大利风情。这些小镇或坐落在山峦间，或依偎在湛蓝的海岸线旁，仿佛一幅幅动人的画作，等待着被发现。今天就跟我一起踏上一段不一样的意大利旅程，探索那些被时光温柔对待的小镇吧。首先，我们来到意大利南部的阿马菲海岸，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海岸之一，并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。它以壮丽的悬崖、彩色房屋和蔚蓝的地中海风光闻名，是无数旅人的梦幻目的地。当第一缕晨光轻轻拂过阿马菲海岸，那座悬挂在峭壁上的梦幻小镇便如诗如画般的苏醒。这里是波西塔诺，一座宛如从神话中诞生的绝美天堂，被誉为阿马菲海岸最美的小镇。五彩缤纷的房屋依山势而建，层层叠叠地延伸至海岸边。当你走向大沙滩，视野豁然开朗，碧蓝的地中海在阳光下闪着淋漓波光，色彩缤纷的阳伞点缀着金色沙滩。悬崖上层层叠叠的房屋映照在海面，小镇以弯月形环抱着大沙滩，构图绝美，犹如大师笔下的油画。圣母升天教堂被附近七彩的小屋包围着，其拜占庭建筑风格的金色圆顶成为波西塔诺的地标。若想要避开盛夏的拥挤人潮，最适合来访的季节是5月或是9到10月。这时的波西塔诺气温宜人，微风轻拂，正适合细细品味这座小镇的浪漫。如果开车技术好，不妨租车自驾，沿着蜿蜒的道路，每一个转弯都能看到不同的海岸风光。离波西塔诺仅有半小时车程的阿特拉尼是意大利最小的城镇之一，面积仅有 0.2 平方公里。其魅力在于保存良好的中世纪结构建筑。阿特拉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，曾经是贵族们的度假胜地。尽管小镇面积不大，但它狭窄的巷弄、石阶和古老的建筑，完美呈现了传统的意大利海岸村庄风貌。最令人惊叹的是，阿特拉尼就像一个天然剧场，房屋依山势而建，白色建筑层层堆叠，俯瞰着湛蓝的地中海，仿佛一幅活生生的画作。此外，弗罗瑞峡湾也是阿马菲海岸上最上镜的景点之一。峡湾之间有一座建于19世纪的石拱桥，将峡谷两侧连接起来，形成了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景观。峡湾中有一个小海滩，海水碧蓝透彻，周围被高耸的悬崖环绕，宛如世外桃源。拱桥与峡湾形成的独特构图，特别适合拍摄风景照。从桥上俯瞰峡湾，全景尽收眼底，让人仿佛置身电影场景。离海岸不远处有个梦幻小岛卡普里岛，可以从那不勒斯搭乘渡轮前往，航程约45分钟。卡普里岛凭借着碧海蓝天、壮丽的峭壁与奢华的气息，吸引了名人与游客前往。在罗马帝国时期，这里曾是罗马皇帝的私人度假胜地。卡普里奇岩位于岛的南岸，这3座壮丽的岩石柱从碧蓝的地中海中傲然耸立，是卡普里最具代表性的自然奇景。除了在岛上俯瞰欣赏，更推荐搭乘游艇近距离感受它的美，并从天然海蚀洞下穿过，据说可以带来好运哦。接着，我们来到意大利北部的多罗米提山。多罗米提山拥有极其独特的地貌，山体主要由白色和粉色的白云岩构成，
其中又以刀锋山最为吸睛。壮丽如刀锋般的山脊线，像极了从大地中凸起的奇幻城堡。远远望去，山峰如同一座巨大的屏障，直入云霄，与蓝天和白云形成强烈对比。站在山顶，你可以360度俯瞰多罗米提群山的壮观景色。无论是云海翻涌，还是日落余晖，这里的每一刻都宛如画作般迷人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到意大利北部5渔村中最具诗意的小镇马纳罗拉。这个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小渔村，以其彩虹般缤纷的建筑和惊心动魄的悬崖美景闻名于世，是意大利最受欢迎的摄影胜地之一。不仅是一个视觉上的飨宴，更是充满历史与文化的小镇。它是5渔村中最古老的村庄，早在12世纪就已经存在。这里的居民大多以捕鱼和种植葡萄为生。码头区是观赏海岸景色的最佳地点，还可以看到当地渔船的日常生活。如果是夏天来访，甚至可以加入当地人跳进清澈的海水中畅泳。来到马纳罗拉，必须走一走这条爱之路，它连接着马纳罗拉和隔壁小镇奥马焦雷，沿途是地中海的壮丽景色。特别在黄昏时分，夕阳将整片海岸染成金黄色，浪漫的气氛让人流连忘返。马纳罗拉被誉为画家的天堂，这里的自然光线和色彩对比，让许多艺术家驻足创作。当夜幕低垂，五彩的房屋在柔和的灯光照耀下，仿佛变成了一幅充满生命力的画作。房屋依山势而建，层层叠叠地俯瞰着地中海，灯光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，散发出温暖且迷人的光芒。梯田上的葡萄园至今仍然出产当地著名的白葡萄酒，深受饕客的喜爱。无论是漫步于蜿蜒的小巷，品尝当地的葡萄酒，还是在悬崖边静静观赏地中海的绝美日落，这里都能让人忘却烦忧，体验纯粹的浪漫与惬意。位于意大利东南的普利亚区，从地图来看是坐落在靴子形状的鞋跟位置。普利亚区以洁白的石灰岩建筑及壮观的海岸线闻名，其中最独特的小镇就是波利尼亚诺阿马雷。整个小镇建在岩石峭壁上，下方就是一望无际的亚得里亚海，感觉仿佛随时都会从悬崖掉下来。这样鬼斧神工的画面让人惊叹。拉马莫纳齐尔海滩是小镇最经典又最具特色的一景。这个海滩藏在两侧的峭壁之间，有如被峭壁环抱。开口处就是蔚蓝的亚得里亚海，海水清澈见底。鹅卵石滩是它最独特的特色。夏天时，这里可是游客和当地人最爱的避暑胜地。站在悬崖上俯瞰整个海湾，真的超级壮观。如果想要来一场特别的用餐体验，千万不要错过这家知名的洞穴餐厅。餐厅就隐身在悬崖洞穴中，面对无边的亚得里亚海，一边享受当地的海鲜佳肴，一边听着海浪拍打岩壁的声音，超有氛围感。自从看了电影《神鬼战士》后，就对托斯卡尼的美深深向往。这片意大利中部的浪漫之地，宛如从文艺复兴的画作中走出来的梦境。这里拥有如诗如画的山丘、葡萄园与古老的石造城镇，承载着数百年的历史与艺术。其中
圣吉米尼亚诺这个小镇不仅以保存完整的中世纪风貌闻名，更被称为塔之城。在中世纪是一个繁荣的贸易重镇，当时的贵族为了炫耀财富和势力，纷纷建造高塔。最高峰时期，城内竟然有72座塔楼。虽然如今只剩下14座，但这些高塔依然是小镇最具代表性的象征。悠闲地漫步在蜿蜒的石板路上，仿佛穿越时光，让我们感受到13世纪的繁华与荣光。阿尔贝罗贝诺是位于意大利南部普利亚大区的小镇。这座独一无二的小镇，因为传统的特鲁利建筑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阿尔贝罗贝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，但它的特鲁利建筑起源于15世纪。当时的统治者为了避免高额的房屋税，要求居民使用石灰岩堆砌房屋，而且不要使用水泥，让房子可以轻易拆除。这种独特的建筑技术不仅实用，还赋予小镇独一无二的风貌。圆锥形石屋由于外观像蘑菇，所以大家也习惯叫蘑菇村。土力建筑以白色石墙和圆锥形的石灰岩屋顶为特色，这些屋顶通常是有象征吉祥或宗教意涵的符号，比如太阳、月亮或十字架。圣安东尼奥教堂是意大利唯一以特鲁利形式建造的宗教建筑，许多特鲁利现在已改建为商店、咖啡馆和工艺品店，可以购买手工陶器、织品以及当地的特产橄榄油和葡萄酒作为纪念。接着我们来到意大利北部的隐藏宝石席尔苗内。这个位于加尔达湖畔的小镇是许多人心目中的秘密天堂。从米兰出发，只需要1个半小时的车程就能抵达这个梦幻般的地方。席尔苗内的亮点之一是那座13世纪的中世纪城堡，部分城墙浸没在加尔达湖的蓝色湖水中，给人一种神秘而壮丽的感觉。登上城堡的塔楼，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美景，碧波荡漾的加尔达湖。红札岛是个面积仅有7平方公里的意大利小岛，居民只有几千人，一直以来是意大利最富有家庭的秘密度假地点。位于罗马和那不勒斯的海岸外，这里有着美丽的海湾、神秘的洞穴和色彩缤纷的房屋。享受这个岛屿的最佳方式是乘船环岛，感受清澈的海水和迷人的海岸线，让你流连忘返。蓬札岛4季皆美，但9月到10月中是最好的旅游时节。锡安纳是意大利最美丽的中世纪城镇之一，老城区在1995年被联合国文教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锡安纳的田野广场也被称作贝壳广场，是欧洲最大的中世纪广场之一，周边环绕着市政厅、曼吉亚塔楼以及许多的咖啡厅、纪念品店等设施。每年7、8月的赛马节，就让马沿着扇形外围跑，届时活动热度将沸腾到最高点。活动期间也会涌来各地的观光客。
广场中高耸的曼吉亚塔楼建于1325年，塔高102公尺。希尔纳主教座堂开始兴建于12世纪，是全世界唯一未完成却也没有要继续兴建的教堂。当时为了和佛罗伦斯圣母百花大教堂比拼，一度将教堂扩建。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你的鼓励就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。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